如果你的银行户口里还存着大把现金，或者你觉得现在岁月静好，那我接下来要讲的话，可能会让你今晚睡不住觉，但如果你听懂了，这可能是你今年翻身最重要的一次机会。今天我不讲那些听不懂的 K 线图，也不讲什么宏观经济学的大道理，我就讲钱，讲你的钱是怎么在不知不觉中被偷走的，以及为什么最近澳元突然猛涨，美元像泄了气的皮球，这背后其实是市场在给我们发出一个巨大的信号，黄金和白银要变天了。这条视频会很精彩，因为我要把这里面的逻辑彻底拆碎了讲给你听，一定要看到最后，因为在视频的最后我准备了一个秘密送给大家，是一个我自己私藏的关于未来这一波行情最直接的操作逻辑，这是我用真金白银换来的教训和经验，只送给有耐心看到最后的人。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觉得什么是安全感？很多人跟我说，我看着存折上的数字变多我就有安全感，以前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我记得刚开始做投资那几年特别谨慎，有一次我手里握着一笔钱，当时看住黄金在涨，白银在跳，心里痒痒的，但我不敢动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害怕，我怕我一买进去就跌，我怕辛苦赚来的钱变少了。这是不是也是你们的心态？我们大多数人骨子里都想掌控一切，觉得现金在手里是最可控的，但是这就是最大的骗局。最近你们有没有发现澳元开始抬头了？与此同时美元却软趴趴的，这两件事发生在一起绝对不是巧合。我给你们打个最通俗的比方，你们把全球的钱想象成一个大水池，美元就是这个水池里的定海神针，当大家都害怕觉得世界要乱的时候，所有人都会去抱美元的大腿，这时候美元就强，其他的东西像澳元像黄金就会被打压下去。但是现在情况变了，美元这个老大哥现在有点罩不住了，为什么？这一点我们后面会细讲政治因素，你只需要知道，当大家发现老大哥其实外强中钱的时候，资金就会开始逃跑，那钱会往哪里跑？这就是为什么我看住澳元涨心里会咯噔一下的原因。澳元这个货币很有意思，澳洲是什么地方？家里有矿啊，澳洲是卖资源的，卖铁矿卖黄金，所以当澳元开始升值的时候，往往意味着全世界对于实物，也就是看得见摸得住的东西需求开始回来了。这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跷跷板原理，大家一定要听懂，在这个跷跷板上，一头坐着美元，另一头坐着黄金、白银还有澳元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美元这个胖子太重了，把跷跷板压得死死的，黄金和澳元都悬在半空中，脚不住的很难受。但现在这个胖子正在减肥，甚至有点营养不良了，于是跷跷板的另一头黄金、白银和澳元就自然而然的翘起来了。这不是预测，这是正在发生的事实。我讲一个我自己的真实经历，大概是几年前吧，也是类似的一波行情，当时美元走弱，我身边一个做实业的朋友完全不懂投资，他当时想去欧洲旅游，发现换汇很划算，就觉得哇，我钱变多了，但他没有意识到，虽然他换外币划算了，但他手里的资产如果没有变成硬通货，其实是在缩水的。那时候我跟他说，你别光顾着玩，你买点金条放保险箱吧。他笑我说，黄金那东西又不能吃，还那么重，买它干嘛？我有现金随时能花。结果呢，那一年过后物价飞涨，他手里的现金虽然数字没变，但能买到的东西少了至少 20%。而我那时候虽然没有大富大贵，但我囤的一部分白银和黄金帮我完美的对冲掉了那次通胀，甚至还赚了一笔不菲的差价。这就是我想告诉你们的，现金的诱惑是投资里最大的心理陷阱。你看现在澳元涨，说明资金在流向资源型国家，美元弱，说明资金在逃离纸币体系，这时候黄金和白银就不仅仅是首饰了，他们是你的救生圈。但是很多人可能会问，那现在买还来得及吗？是不是已经高了？这就是典型的散户心态，只想赢不敢输，最后两头空。我们要分析的不仅仅是价格，还有背后的事。你知道最可怕的不是踏空，而是你看懂了趋势，却因为心里的犹豫，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，这种痛苦比亏钱还难受。刚刚我们说了那个跷跷板，对吧？美元这一头为什么会轻了？为什么压不住了？这里面其实是一场很大的政治局。我们不谈那些枯燥的新闻联播，我只讲一个最简单的道理，就是信任危机。你们想象一下，美元就像是一个村子里的恶霸，以前他说一不二，大家都得听他的，他写张白条，也就是印钞票，大家就得拿家里的粮食去换。但是这2年这个恶霸家里也出事了，欠了一屁股债还不上，还老是拿着棍子吓唬人，村里其他人心里慌啊，这白条以后还能兑现吗？于是大家开始偷偷把手里的白条换成真金白银，
或者换成家里有矿的人的货币，比如澳元。这就是为什么澳元最近硬气了，因为澳元背后是铁矿，是煤炭，是实实在在的资源。在乱世里，资源永远比承诺值钱。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如果你还死抱住现金资产，或者只盯着那点死工资，你其实是在陪着那个恶霸一起沉船。重点来了，这也是很多人问我最多的问题。那我现在买黄金还是买白银？大家听我一句劝，这里面的逻辑完全不同。黄金是给你的财富穿防弹衣，而白银是给你手里的长矛磨尖。如果你想保命求稳，买黄金没错，但如果你心里还有一团火，你想在接下来这几年里资产不仅仅是保值，而是想翻倍甚至更多，那你一定要看懂白银。我有过一次深刻的教训，早几年我看好贵金属，但我嫌白银波动太大。你知道白银那脾气跟过山车一样，一天能跳好几个点，心脏不好的真受不了，所以我全仓了黄金。结果那一波行情来的时候，黄金涨了不错的幅度，我挺开心，但回头一看，白银涨幅是黄金的2-3倍，我当时那个后悔啊，真的是拍大腿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白银这东西它不仅仅是钱，它还是工业原料。你们看看现在最火的是什么？ AI 人工智慧、新能源、太阳能板、电动车，这些高科技的东西里面都要用到白银，特别是太阳能对白银的需求量大得惊人。这就像什么？就像黄金是放在保险柜里传家的，而白银是每天都要被工厂吃掉消耗掉的。库存在减少，需求在爆炸，而美元又在贬值，这3个因素叠加在一起，你们自己品品，这是什么级别的机会？我知道说到投资，很多人心里是矛盾的。我们每天辛苦工作，起早贪黑。我有个做工程的朋友，前段时间跟我喝茶，一脸疲惫。他说我今年接的项目比去年多，忙得连家都没回几次。结果年底一算账，赚的钱好像也没多多少。去超市买个东西，油价一涨，感觉钱更不经花了。这是不是你们很多人的现状？这就是我在第一部分说的，你的钱被偷走了。我们努力赚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印钞机的速度。这时候投资就不仅仅是为了赚钱了，而是为了捍卫你的劳动成果。但是我必须给你们泼一盆冷水，投资白银和黄金最忌讳的是什么？是赌徒心态。我看过太多人看到澳元涨了，金价破新高了，脑子一热冲进去就想赚快钱，结果第二天回调个2%，心态就崩了，赶紧割肉离场。这叫什么？这叫送人头。未来的走势我看得很清楚，大趋势向上，这是肯定的，因为美元走弱的周期才刚刚开始，澳元作为资源货币的强势期也才刚抬头，但是中间一定会有剧烈的震荡。庄家不是慈善家，他们在拉升之前一定会疯狂的洗盘，要把那些意志不坚定的人甩下车。如果你问我未来的剧本会怎么演，我预测接下来几个月我们会看到各种好坏参半的消息满天飞，一会儿说美国经济复苏了，那是烟雾弹，黄金白银暴跌一下，一会儿又说地缘政治紧张了，瞬间拉升。这时候你需要的不是技术分析，而是定力。这种定力从哪里来？从你对这个世界底层逻辑的理解。当你明白了澳元为什么升，美元为什么弱，当你明白了这是资源对抗纸币的战争，你就知道中间的那些波动其实都是给你捡便宜的机会。既然你能听到这里，说明你跟那些只想听明天涨不涨的人不一样，你已经赢了一半，因为你有了耐心。很多人问我，既然我看好黄金、白银，看好澳元，那我是不是明天一开盘就全梭哈进去？绝对不行，投资最忌讳的就是急。我以前吃过这个亏，那是好几年前我刚开始研究大宗商品，当时我看准了一波行情，心里那个激动啊，觉得自己掌握了财富密码，我把所有的积蓄，甚至还借了一点钱，全部在最高点冲了进去。结果呢，市场像是故意跟我作对一样，我一买它就开始回调。那一周我每天晚上盯盘到凌晨3点，心跳快得要命，看住账户缩水，那种压力真的会让人折寿。最后我撑不住了，割肉离场，结果我刚卖掉，行情就一飞冲天。这件事教会我一个受用终身的道理，市场不差，机会差的是你有没有命等。现在我们看2026年的开局，1月底金价冲破了5600美元，白银也疯了一样涨到了120美元，但随后短短几天就出现了史诗级的大跳水，很多人在那一波里爆仓了，这就是我说的洗盘。我预测接下来的走势会是高频率的震荡上行，这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是最好的机会，因为震荡意味着你有时间去布局，而不是看住它一字涨停让你追不上。我现在的策略是定投式布局，不管它涨跌，我每个月都会拨出一部分闲钱换成实物或者相关资产，跌了我就摊平心态，涨了我就手里有货，这样我才能睡得住觉。你要记住，我们不是在跟市场博弈，
我们是在跟自己的贪婪和恐惧博弈。我看过很多朋友在2月初跳水的时候，吓得把手里的白银全卖了，他们觉得世界末日到了，结果现在呢，金价已经强势回到了$5000大关，黄金一稳，白银的爆发力马上就会回来。那些在底部下车的人，现在只能眼睁睁看住金价回升，看住白银重新蓄势，手里却连一张入场券都没有了。这种看住行情回来，自己却空仓的悔恨，真的比亏钱还难受。如果你手里现在有闲钱，我建议你先静下心来，把这部分的逻辑再听一遍。聊完了心态和操作，我们得往深处挖一挖，看看2026年这个局到底有多大。很多人问我，为什么美元走弱会是长期趋势？你们看看现在的政治风向，特朗普的新政虽然喊着要让美国再次伟大，但本质上是在用高关税和疯狂的债务去支撑一个摇摇欲坠的体系。再加上美联储主席的更替，现在的货币政策就像是蒙着眼睛开赛车，谁也不知道哪天会撞车。这就是为什么澳元这种资源货币变得越来越迷人。澳洲手里的铁矿和锂矿是全世界高科技产业的命门，当美元的信誉因为政治斗争被透支时，全球的聪明钱都在寻找像澳元这样有实物支撑的出口。这不仅仅是钱的流动，这是权力的转移。大家要警惕一个坑，就是那些所谓的虚拟资产和纸上合约。在2026年这个动荡的年份，我更看重的是实实在在的拥有。我认识一个资深投资人，去年他在纸黄金上赚了不少，但当市场出现极端波动，平台交易受限的时候，他想换现却发现没那么容易。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强调要看懂底层逻辑。你要盯住的是澳元对美元在 0.7 以上的站位，这就像是一个安全护城河，只要这个河不浅，黄金白银的长牛就不会死。大家还要注意一个细节，现在地缘政治的冲突已经从单纯的边境纠纷变成了资源抢夺战，这意味着白银作为工业和避险的双重属性会被无限放大。所以当你看到新闻说某个地方又断供了，别跟住大众去恐慌，那反而是你应该加仓的暗号。很多时候我们赚不到钱，是因为我们总是在听噪音，而忽视了那种沉稳的底层脉动。看清了政治这局棋，你就不会被短期的跳水吓得丢失筹码，这才是真正的高手思维。如果你现在心跳还是很快，甚至对未来的行情感到一丝敬畏，那就对了，这说明你已经真正进入了职业投资者的状态，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傻傻的当个旁观者。2026年注定会被载入史册，金价在$5000大关反复摩擦，白银在经历了去年170%的疯涨后，也开始了剧烈洗盘。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一个真相，老旧的货币体系正在瓦解，新的资源秩序正在建立。很多人问我，如果现在手里还有一笔钱该怎么办？我的建议只有8个字：分批布局，敬畏市场。你要明白，在这个时代，黄金是你的底气，是你在极端情况下能换成实物和安全感的最后防线，而白银则是你的进攻武器，是你在未来几年利用科技革命实现资产跃迁的最佳跳板。虽然现在市场上有各种声音说白银需求见顶了，或者工业用量在减少，但你看看2026年刚发生的事情，实物供应依然紧张，缺口已经是连续第6年了，这种供需矛盾是掩盖不住的，不要被短期的跳水吓走。你要盯着的是澳元的走势，只要澳元对美元维持在 0.7 这个生命线以上，就说明资源牛市的根基没有动摇。最后我也要说句心里话，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，我们每个人都在负重前行，投资不仅仅是为了赚那个数字，更是为了给家人撑起一把伞。当你在凌晨3点盯着盘面感到孤独和迷茫的时候，想想我今天跟你说的话，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我们都在这场财富大洗牌中寻找自己的位置。当你理解了政治的混乱和资源的稀缺，你就会发现2026年其实是一个财富重新排队的年份。很多人问我，既然看好白银的爆发力，那到底什么时候该收手？这就是我今天要教给大家最实战的收网技术，也是我承诺要送给大家的 bonus。 这是我用了10几年的保命符，叫做金银比对冲法。在贵金属圈子里有一个公开的秘密，就是关注1盎司黄金能换多少盎司白银。大家想象一下，黄金是这场大戏的导演，负责稳住大盘，而白银是主角，负责冲锋陷阵。在2026年初，金银比一度掉到了50左右，这说明主角长得太疯了，甚至有点过头。这时候你就要学会克制，适当的把手里翻倍的白银换回黄金来锁定利润。而当比例回到80甚至90的时候，就是你把黄金换回白银，准备迎接下一波爆发的时候。这招能让你避开90%的回调风险。
为了感谢你们听到最后，我再送多一个更有价值的 bonus 给你们。这是我在2026年初波动最剧烈时用来判断假跳水还是真崩盘的私人指标，我叫它澳元与时金共振法。每当你看到金价出现几百美元的回调，而媒体都在喊崩盘时，你去看看澳元对美元的汇率，如果澳元依然守在 0.7 的生命线以上，且澳洲主要的矿业股没有出现恐慌性抛售，那么这次跳水就是庄家在洗盘，是你最后的上车机会。反之，如果两者同步放量大跌，那你就要及时撤退。这两个指标能帮你在迷雾中看清谁在裸泳。投资不是看屏幕上的数字，而是看这个世界的运转逻辑。只要你握住了这个逻辑，你就掌握了未来5年财富增长的密码。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，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一艘小船，而这波资源大潮就是我们唯一的出海口。如果你问我这场财富保卫战的终点在哪里，我会告诉你，终点不在于你赚了多少个零，而是在于当风险真正来临的时候，你是否有能力保护你爱的人。这是我做投资的初心，也是我今天想传递给你们的力量。我知道很多人心里还有疑惑，比如具体要怎么配置比例，所以我准备了一个更细致的实战方案。这是一份针对2026年波动行情的资产配置清单。如果你想要这份方案，请在评论区留下我想学习4个字。如果留言的人数够多，说明大家真的有需求，我会在接下来的视频里专门做一期内容，手把手带大家拆解这份清单，这是我对大家支持的一份回馈。最后，我必须郑重的提醒每一个人，以上分享的所有内容仅代表我个人的研究心得与实战经历，是我自己用真金白银换来的体悟，并不构成任何绝对的投资建议。金融市场是残酷的，它不相信眼泪，只相信逻辑。投资有风险，入市需谨慎，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做好风险评估，千万不要盲目跟风。听完这一整场分享，你觉得在接下来的资源风暴中，谁会是那个最后的赢家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大胆写下你的答案。如果你觉得这场对话对你有启发，请一定要点赞关注并分享给身边同样在努力的人。你的每一次互动都是我持续分享的动力。这里是赚钱角度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